接下來我們要來看到的是以伊，難道又要開戰了嗎？這回以色列聯手川普，會不會以色列先來做開火呢？中國大陸幫助伊朗，則是另外一方面傳出年產能達到了3000枚的飛彈，讓以色列非常的緊張，擔心自己的鐵穹末日來臨了嗎？今天就這些議題會一起的來做關心。這是來自於美國媒體特別做的最新披露，他們說了，以色列總理納坦雅胡正在準備，接下來要跟川普討論了是否再度的對伊朗來開火。原因是什麼呢？就是因為以色列掌握到的情資說，伊朗的彈道飛彈年產量啊，可能一口氣攀升到3000枚左右。這一回可以說是嚇壞了以色列。之所以這麼緊張，就是因為大家還記得嗎？在節目上我們聊過，在今年的6月份的時候，當時不是發生了這一場以伊12日戰爭嗎？被稱為是矛與盾的對決。伊朗當時發動了這一場飽和的攻擊，出動它的包括了飛彈跟無人機，打爆了以色列的鐵穹。現在以色列擔心了，如果它真的能夠做到年產能達到3000枚的這個彈道飛彈的話，是否就像是懸在頭上的達摩克利斯之劍，鐵穹可能再度的被打爆？所以以色列這一回他就想說，那乾脆我先動手吧。節目一開始要特別請教委員怎麼看了？以色列他說的，伊朗可以年產量3000枚的飛彈是真實軍情，還是一種可以對他做這種軍事動作撲火的政治借口呢？如果他真的是如媒體報道可以達到3000枚的話，產量，那是否以色列還守得住嗎？委員怎麼看？上次以色列跟伊朗不是發生一個武力衝突，然後伊朗啊發射多少導彈攻擊以色列？591枚。就如果他現在有3000枚，對，你說以色列一定是坐立難安。對，那对這兩個國家的矛盾實在是很值得探討。怎麼說呢？在巴勒維王朝時代，就是在1970幾年，這個伊朗發生伊斯蘭革命的之前，中東地區兩個最好的國家就是以色列跟伊朗。儘管以色列打了什麼6次中東戰爭啦，伊朗都沒有參加，而且伊朗還支持以色列，他們好得不得了。那什麼時候翻臉成仇了？是伊斯蘭革命。伊斯蘭革命啊，這個對於他們這些新的伊斯蘭教掌權的人建立一個宗教國家，他們認為以色列是美國的代理人，就是為了要來消滅伊斯蘭國家。那在以前，伊朗的認知是，我是伊朗人，我不是阿拉伯人。阿拉伯人他跟以色列怎麼打跟我無關，而且他們還認為我們是伊斯蘭人跟伊斯蘭教跟以色列猶太教我們同源。所以有這麼一個認知，它基本上平和。自從革命以後就不一樣，那伊朗就支持了很多的阿拉伯人起來對抗以色列，那這個跟以色列仇就越結越大。那有一段時間，伊朗企圖發展核子武器，所以搞了核電廠，以色列要去炸它的核電廠，那仇恨越結就越深，越結越深。可是，在巴勒維時代巴勒維伊朗的軍隊國防軍是以色列幫忙訓練出來的。所以現在伊朗的伊斯蘭政權對伊朗的國防軍是很不放心的。他現在的導彈全部是革命衛隊在控制的，跟伊朗國防軍是沒有關係的。包括無人機，包括導彈都是。但偏偏這個革命衛隊又是全世界最大的貪腐集團。然後所以形成一種很特殊的經濟啊、政治啊、武力啊的一個軟體。現在他號稱有3000枚，有沒有那麼多我不曉得。那但是它恢復到500枚以上沒有問題啊，沒有。那對伊朗的生產能力以色列就可能會採取行動，然後採取行動一定要美國同意啊，美國會不會同意啊？當然會同意啊，對啊。如果你有能力把它鏟除一樣美國為什麼不同意呢？搞不好美國還幫你守，還提供適當的炸彈等等。所以這個伊朗跟以色列的這個以伊戰爭這個是隨時可能發生的。它就像一個永遠治不好的香港腳，就偶爾打一下，偶爾抓一下，偶爾抓一下。那你說會不會爆發大型戰爭？又不會，所以都是空戰。那所以以色列要準備被伊朗的導彈揍一頓伊朗也要準備被以色列的空軍揍一頓，因為空軍攜帶的炸彈畢竟是比你導彈還要厲害。為什麼？因為它爆炸量比較大。那你的導彈呢，因為打太遠了，所以你的爆炸量是有限的
所以你要靠很多導彈才有辦法達到那個效果。可是你沒有防空能力，等到以色列的空軍來啊，載那個炸彈又便宜，隨便他丟，對不對哈？所以這個問題沒有人能夠解決啦啊！而且中國、俄羅斯也幫不上伊朗的忙啊！伊朗內部又是一個很投機的，以前中國幫他忙還被他咬一口，什麼事都發生過了，所以他只能是自力救濟吧。好，以伊戰事現在看起來仍然是一觸即發。那這當中除了這個以色列擔心的部分，就是它飛彈的發展，他們還懷疑是不是背後有人在協助伊朗，那就是中國大陸。他們現在把矛頭指向中國大陸。他說呢，這個中國大陸協助伊朗造這個飛彈之外，還有提供賣給他武器。第一個有2個證據，美國的媒體說的。第一個，美國說呢，他的11月份美軍的特戰小組當時在印度洋的時候，直接登上了一艘是中國大陸的船舶，扣押了軍民兩用的關鍵物資，所以他們就是要打死伊朗的軍火重建。第二件事情是9月底的時候，美國國會爆料，中國多次的向伊朗運送它的飛彈推进剂關鍵原料，這個叫做高氯酸鈉。好，這個是在飛彈上面協助伊朗。另一方面，他們也說呢，這個中國大陸還有賣跟這個伊朗呢協助他武器的部件，包括給他紅旗 9B 的防空系統，還有歼10C 跟歼20等的裝備都有可能會給伊朗。那主要就是用石油來做交換。楊老師又怎麼看？全世界現在只有美國在制裁伊朗啊，別的國家沒有在制裁伊朗啊。因為伊朗自從在奧巴馬時期跟西方，包含俄羅斯、中國大陸簽署了核協定之後呢，其實所有的國家都解除對他的制裁了。後來川普一上來之後，又退出這個核協定，可是歐盟、中國都沒有退出啊。那但是川普一的時候呢，就針對他們自己的國內法常備管轄，說華為的孟晚舟在香港的企業有跟伊朗做生意，中間有夾有美國技術的這些零組件賣給伊朗，也因此呢，就要求加拿大軟禁他1000多天。這個是你美國在制裁伊朗，你美國去打伊朗的所謂的核設施，也沒有明確的這個證據，然後美國的政府的情報單位自己顯示，其實根本沒什麼效果。也就是說，伊朗的核計劃現在雖然近期有受到 IAEA 就國際原子能總署的一些指控，可是並沒有明確的證據指出它在發展核武器。它最多其實是在濃縮鈾的層面，而且是在這過程當中很清楚嘛。那是因為跟以色列跟美國之間的這種戰爭，然後呢飛彈整個過程當中它的一種自保一種戰略。那但是很明確，它目前沒有核武器，沒有別的國家，也沒有聯合國下令制裁伊朗。為什麼我們不能跟伊朗做生意？當然，你說軍民兩用的東西，這裡面是要管制，但是它這個所謂的高氯酸鈉，它是做火藥，那但是也可以做飛彈。這些層面，你美國要去攔阻，依照你自己美國的法律，你就牽扯到就是你跟這些，比如說跟中國大陸在這個問題上就產生衝突。但中國大陸它也沒有內部的法律可以去禁止中國大陸自己的民間企業去接伊朗的這個商業的訂單呢？那只要通過它大陸出口的軍民管制的這些措施，那都是合法的。所以美國自己常備管轄在做這個東西，然後呢拿這個東西來去指控別的國家，好像在幫助邪惡軸心。其實只有美國自己啊，在聯合國通過一個決議，大會通過一個決議，153個國家支持，6個國家放棄，包含以色列。什麼決議？要求要保護在加薩地區的聯合國的救難人員，就只有美國反對。是美國站在全世界在加薩問題上的另外一邊呢，是美國在幫助以色列去轟炸伊朗。如果從這個角度，美國自己違反就是聯合國的憲章，用武力攻擊別的國家耶，你沒有辦法證明他有核武，那現在別的國家跟他做正常的貿易關係，你來去阻止。所以這個東西啊，我們在輿論上一定要很清楚的了解。美國當然可以說了，伊朗想要去發展核武，所以呢，別的國家你現在有點在幫助他啊，你透過民間，那因此我要攔阻你，可以啊，你就這麼做。但是呢，你就變成是跟別的國家站在對立面，因為到目前為止，
沒有證明他有發展核武，而且事實上他也沒有核武。對。那別的國家到現在為止，包含聯合國，也都說他沒有。对。所以我覺得，連美國真的是在自圓其說他自己的常備管轄。確實哦，所以現在伊朗在美國跟以色列的這個威脅之下，他持續的加強他的空防，補齊他的戰力。那剛剛提到了嘛，除了跟中國大陸買他的紅旗9B之外，另外2個還是在評估當中的，就是它的殲10C跟殲20了。這一整套我們剛剛提到的3款武器，過去更是在這個印巴空戰中擊敗過這個法國的飆風戰機。所以如果伊朗真的能夠完成這些武器相關的部署，當然也要看中國大陸願不願意買啦。那以色列還會有優勢嗎？呂艦長又怎麼看？當我們每一次都用顯微鏡甚至電子顯微鏡在看伊朗的時候，我們是用什麼樣的角度來觀察以色列呢？我們都用望遠鏡啊，也就是看不清楚也沒什麼關係。每一次出現這個問題的時候，是不是都是當中東已經獲得一定的和平，以色列應該要恢復到正常內閣要重新改選的時候，納坦雅胡這時候就來了。但是呢，我相信現在對於川普來講，他一定是很困擾的。為什麼？因為如果我們看到他剛刚發布的美國的國家安全戰略的时候，他特別有講到中東這一個部分了。其實中東的部分，他們是要撮合那個大家來擴大這個亞伯拉罕的這個協議，並不是要進行打仗。那如果說我們講到要進行飛彈攻擊的話，剛剛那個蔡正元老師告訴我們591顆啊，大家認為591顆是長什麼樣的？就是類似這個樣子。這個是從約旦河西岸哇。